所以呢，将来以后所有的 iPhone 都会从今年开始做这样的改变。欢迎来到苹果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苹果最新的消息，又回到我们的新闻速报。那我们今天会提到的就是关于下一代的苹果手表，像有更多新的消息。那不只是里面使用的处理器啊，还有新的功能，那还有会有一个全新的表款推出。那再我们会讲到 iPhone 14的最新消息后，那其实我们都有讨论这个部分啦。可是现在有更多更确切的消息说，为什么今年要推出 iPhone 14，苹果会做这样的改变，而且将来未来的 iPhone 也可能会走一样的路。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赞跟分享。那我们直接开始吧。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现在这个苹果手表第8代传出来的消息后 ，OK， 那现在目前我们知道是说，在这个第8代上面，可能唯一会有一个比较亮点的一个新功能，就是温度侦测。那其实，在前几代呢，苹果手表在推出新一代的更新的时候，除了有一些外形啊、萤幕变大的视力上的小改变之外，那重点着重的功能都还是在一些新的健康侦测功能。那这也是库克对苹果手表的定义，他希望说这个装置是能帮助更多人，然后让更多人更健康。那再来另外一个很多人在斟酌的点，就是现在传出来说里面使用的处理器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更新。那其实苹果在前几代就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推出新一代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处理器的命名上面会改变，可是里面实际的处理效能还是一模一样。那这个就代表说他们在做这个新的处理器的时候，可能因为新增加的健康功能，他们会加入不一样的晶片在这个处理器整合在里面后，可是整体的处理效能部分并不会做太大的进步。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的看法。那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说，现在提出来说今年会推出一个全新的表款、全新的尺寸。那现在呢，他们现在所传出来的这个手表的尺寸是2英寸，就是说他们斜对角的尺寸是2英寸。那这个跟目前比较大款这款45公厘的这个表款比较起来的话，这款大约是 1.9 英寸，那新的那一款可能是 1.99 英寸左右，所以整体的表面都会变得更大。这个呢，他们目前的猜测就像是我们先前知道说有一个全新的表款可能会是极限运动的版本，那或者是苹果可能会叫它 Apple Watch Pro。那这个怎么去命名、怎么去定位，我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确切的消息啊。可是如果我们要来看目前大家的猜测跟分析的话，我觉得当然这个极限运动的版本是可能性非常大。那我们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对目前传出来这些消息的看法。首先呢，很多人可能会症结的点就是说里面使用一样处理器的部分。那其实呢，苹果先前也有这样的惯例啦。那一般使用者来讲，你们也不太会感受出来这个处理器效能的差别。那我觉得以苹果手表目前的处理速度效能来讲，说真的，它还需要快到哪里去？然后再加上现在蛮多新的第三方的 App 已经没有持续在更新，或者是已经从苹果手表上面移出。对，虽然还是有一些 App 持续在增加，可我们讲一些比较大型啊，像苹果手表刚上市的时候，很大型的 App 开发商啊，他们都已经慢慢没有在更新他们在苹果手表上面的 App。那同时间呢，如果你讲像 IG 这一类的 App， 在苹果手表上面也没有办法植入广告的情况下，这一些的种种限制也会大大降低他们愿意持续去更新啊，还有开发这些 App 的意愿。所以以这种情况下看来呢，我觉得在苹果手表上面目前所需要使用的 App 来讲，也不太需要太强大的处理效能。但是呢，处理效能排除之外，我觉得有另外一点是他们急需要解决的，就是在它的省电啊，还有耗电的部分。那这个如果他们是以一样处理器的方式放在这个新的表款的话，那我们应该可以得知啊，除非他们可能在软体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目前看起来他们所推出发表的看起来是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不会在它的电力上面看到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另外一个部分在硬体上的限制就是它的电池的尺寸嘛，或是电池的技术。那以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真的新的电池的技术可以增进它的续航力，除非就是加大它的电池。那就像我们刚提到这个苹果手表可能会有一个极限运动版啊，它的表身会更大，放入更大的电池。那如果在现有的尺寸下来讲，我觉得硬体方面，处理器已经不会更新，那电池的尺寸也不会有一个太大的进步。合理分析，我们在今年的苹果手表可能也不会看到一个很大的电力的进步。那这个其实是很多人诟病的一点，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购买苹果手表的原因。那某一方面讲回来呢，可能也是这个并不是他们主力强打的产品，然后再加上在目前穿戴式装置的市场上面，苹果已经基本上算是独霸了。那少了竞争，当然也少了推进他们去进步的一些理由。如果以现在这个电池续航力，还有他们现在所能提供的功能，都能让他们称霸市场的话，
那说真的啦，一个公司会愿意放多少资源去精进一个已经大家都非常喜爱跟接受的产品？那再来我们讲这个新的什么极限运动版，它的电池续航力会不会真的好非常多？那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所知道就是它的表面真的比较大，就可能2英寸左右，那厚度部分还不太确定。可是我认为当然是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放进更大的电池，那理论上它的续航力会有比较大的进步。那我们就比较保守估计，它的电池可能可以大到2倍左右的话，即使是这样，它的电池续航力也顶多到2天到3天左右。因为如果你要去考量它现在可能会增加新的这些温度计啊、健康侦测啊，然后同时如果你又是使用这个像是5G 什么等等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它的电池续航力也不可能真的会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自己的预估啦，可能2、3天甚至到4天，最多就是这样子。那会不会说在这个极限运动的表款，它有更多的模式可以让你去切换？如果你今天要去登山的话，他们如何去改变它的模式去优化，然后去增强它的续航力？可是同时间呢，又可以开启一些必要的侦测功能。个人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苹果可能会锁定一些新的功能啊，增进电池续航力的功能，在这个新的表款上面。那我相信这个表款本身它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表款高啦，那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区隔化的一些功能，让大家更愿意去购买。个人是很期待苹果今年推出这个新的表款，然后我也会买来测试给大家看。OK， 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这次的 iPhone 14。那我觉得这一代呢，可能就是苹果要来测试很多果粉啊或者使用者他们对苹果推出这个新的产品的一个最大容忍值在哪里。那这个其实不是我说啦，这是有人下的对这次 iPhone 14的这个评论。关于这个新的 iPhone 14会使用2个不一样的处理器、不一样的晶片，那就是在入门款的iPhone 14跟14 Max 会使用沿用 A15 的处理器，就是现在目前在 iPhone 13上面这一款。然后呢，只有 Pro 跟 Pro Max 会使用新一代的处理器。那大家一开始的猜测，这个可能是跟晶片的短缺有关系啦。可是依国分析师的讲法，这可能并不全然是这个原因。因为依先前的惯例来讲啊，像是新一代的 iPhone 推出之后，他们在前一代，他们可能还是会保留这个入门版的机种嘛。像是比如说 iPhone 13推出之后啦，他们就 iPhone 12还有持续贩卖，可是 iPhone 12 Pro 的系列的版本就没有持续贩卖。那如果这样看起来，如果今年要推出的 iPhone 14跟14 Max，还有他们要保留的 iPhone 13跟13 mini， 然后再加上 SE3啊，还有 iPad mini， 同样都使用 A15 的处理器，然后保留这个全新的处理器在14 Pro 跟 Pro Max 上面，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但依国分析师的说法呢，这可能并不是因为晶片短缺所造成的选择啦，而是苹果可能从 iPhone 14开始就会以这个方式去定位未来的手机。那其实我先前也是这样的猜测，可是当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标准答案，要等它上市我们才知道。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们可能不太理解的地方，比如说嘛，如果你只在新的 Pro 跟 Pro Max 这2个机种里面用新的处理器，那以这个量产的数量会不会合乎它的成本效益？其实在 iPhone 13系列来讲 Pro 跟 Pro Max 它的销量算是非常的惊人齁。那如果今年再做出这样的区隔看来，会不会吸引更多人愿意去买 Pro 跟 Pro Max 的机种，然后让它的产能啊，让它的销量增加，然后用带动更多买气增加它的收益的情况下来弥补说这个量产过程可能会造成成本的增加。那另一方面看回来了，晶片的短缺啊，还有加上生产成本的增加来看齁，那如果说在去年的 A15 处理器他们增大它的产能，像是今年的入门机种啊，保留去年的入门机种啊，或者加上现在其他装置都要一起使用 A15 的处理器，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旧型的处理器，然后再加上如果他们下订单的量更大，那他们相对可以得到的价格可能又会更优惠。那这部分是否也可以弥补到 A16 所会带来的成本增加？或许在苹果的精算下，这样一来一往可能不会让他们花到更多钱，但前提就是呢，今年的 iPhone 14跟14 Max 不会因为这样的区隔而卖的不好。所以最大的症结点还是看我们市场还有消费者怎么去反映苹果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如果苹果在今年这个新瓶装旧酒的这个方式还尝到了甜头，就证实了这个中阶手机的买家根本不在意里面处理器叫什么名字，或是他知不知道跟去年一不一样。那或者是更完美的状况下，很多中间的买家因为这样的差距，反而愿意贴更多钱去买高阶的产品，那对苹果来讲也是赚到。但反过来说，如果市场反应是因为这个入门的机种而不愿意去购买，那同时也不愿意去贴钱去买更高阶的版本的话，或许苹果这样的策略会在今年就打住。毕竟重点讲回来，能不能赚钱才是最重要的。那我的看法呢，苹果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 iPhone 14跟14 Max 里面放入去年旧的处理器？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完全相信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没有在看我影片的人，大部分真的非常多会去买新 iPhone 的人，
根本不知道里面的处理器是什么，或者说今年的处理器跟去年一不一样，或者它的处理效能差了多少。我真的敢跟你讲，随便去问一个人在路上使用 iPhone 的人，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部分，或者说这个部分对他们的使用体验来讲根本也不重要。因为我们很理性的来分析啦，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讲规格上面的差距来讲，那以 iPhone 跟 Android 处理器排除之外，在很多其他像是萤幕啊、相机啊什么等等的周边规格来讲，iPhone 其实在很多年都比不太上现在新推出的 Android， 因为到底真有多少使用者会因为 iPhone 的相机感光元件没有像 Android 的这么大，或是它的萤幕没有120Hz 而放弃去购买 iPhone？ 那可能就除了我们这些，其实我也还是买了。所以呢，如果连我这种果粉都认知到这些规格不会影响大众去购买 iPhone 的意愿的情况下，那苹果自己也一定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沿用旧处理器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那另外呢，还有一招更绝了，就像我们刚提到这个苹果手表的部分。他们如果在今年新的 iPhone 14跟14 Max 里面放入一个叫做 A16 或是 A15 Plus 什么什么等等的处理器，他们只是单纯在处理器的这个数字上面做一些更动，但是可能在这个今年的 A16 处理器上面就只是加入一些不一样的小东西，然后让它在数字上面跟去年的 A15 区隔开来，然后呢，在 Pro 跟 Pro Max 上面可能变成是 A16X、A16 Plus 什么等等，那这样基本上就能唬过大部分的人啦。你真的不要以为不可能哦，因为先前苹果手表这样做的时候，我在影片提到说，今年的处理效能没有改变，所以里面使用的处理器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还会被观众呛说没有哦，苹果发表会上面讲说他们使用处理器数字是不一样，所以是新一代的处理器。所以呢，连有在看影片的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的差距的话，那对一般大众而言，基本上更看不出来。那如果单纯用这个命名数字上的差距就能唬过99%的大众的话，那干嘛每一年那么辛苦去制造出新的晶片啊，增加他们成本，然后大部分的消费者根本不太在意。那我们再老实讲回来，苹果为什么敢这样做？比如说把 A15 放在新的机器上面，那以现实层面看起来啦，其实苹果在目前晶片里面的处理效能上面，在行动装置里面基本上还是算领先的。那其实就算是在入门机种里面放入去年的处理器，那它处理效能去跟 Android 其他中阶机种对比的话，还是赢过他们。那像去年 iPhone 13，他们沿用先前 iPhone 12 Pro Max 的相机一样卖的下下叫。那今年的 iPhone 14已经没有 mini 的尺寸，那就剩下2个跟 Pro 跟 Pro Max 一样的尺寸的情况下，里面如果有更多零组件可以沿用上一代的，对苹果来说也会省下更多的成本。那在行销上来说，大部分的消费者也只是认这个新一代的数字13到14，就像先前苹果手表的晶片只是换一个数字就唬过大家，所以这样讲回来其实也是非常合理。那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说苹果今年会在新的 iPhone 14跟14 Max 里面放入旧的晶片，那不一定叫做 A15， 可是我相信它处理效能可能会是相当的一个处理器，我认为是可能性非常大。那当然最后我还是想听听大家怎么想。那虽然目前有很多分析师或是很多传出来的消息都大概有支持这个看法，可是我还是相信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苹果在处理器上面会怎么处理，他们会是直接叫它 A15， 或者直接放入 A15， 还是你觉得苹果不太可能，还是会放入新的处理器 A16？ 那或者是苹果会用玩命名的方式放入 A16， 可其实它处理效能跟 A15 一样，只是加一点小东西在里面，然后在 Pro 跟 Pro Max 上面再放入一个更高阶版的 A16。那我想听看大家的想法，或是你们有什么比较内幕的消息想要分享的话，那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咯。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